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查理斯目。6月12日，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即将上市，这个估值高达2万亿的太空霸主，会不会吸干其他科技巨头的资金？因为答案，谷歌、苹果，他们的股价会面临怎样的风险？纳指100 QQQ、标普百 VOO，现在咱还能买吗？还是应该等大风浪过去之后再考虑？今年七巨头中最拉胯的微软 Meta 是否终于要补涨了？本期节目，查理和大家好好聊聊巨头的纷争。就在上周，SpaceX 正式向公众发布了 S1 招股书，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次 IPO，马斯克计划筹集400到800亿美元的资金，是2019年沙特阿美石油创下的294亿美元 IPO 世界纪录的2倍。为了吸引散户，SpaceX 专门为个人投资者预留了高达30%的发售份额，希望大家都能够打新成功啊！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家火箭公司，而是整合了火箭发射、卫星互联网 Starlink，还有人工智能大模型 XAI 3大业务板块。马斯克把它们打包成了一个超级独角兽，同步上市。然而，如果我们拆开来细看 SpaceX 的财务数据，会发现它真正赚钱的业务只有 Starlink 星链互联网服务。截止到今年上半年，Starlink 的全球订阅用户突破了1000万人，月均收入超过8亿美元。而 SpaceX 的老本行猎鹰9号火箭发射，承接商业卫星 NASA 载人航天业务，虽然去年营收高达40亿美元，但是扣除了运营费用，还净亏损了6.6亿。而真正烧钱的是 AI 人工智能板块，也是 S1 招股书中彻底颠覆投资者认知的终极多头筹码。它的 XAI 旗下包括了 Grok 大模型、社交媒体 X 以及超级计算机群 Colossus。大家可以看到，SpaceX 的 AI 业务现在是一个每月烧钱超过10亿美元的吞金兽，全在靠 Starlink 的利润在补贴。马斯克的愿景是计划2028年开始正式发射部署在地球轨道上的太阳能太空 AI 算力卫星群。管理层认为这是潜在价值高达28.5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其中80%由太空算力中心驱动。如果我们看 SpaceX 的硬指标，它的估值也是高的惊人。由于还处在亏损状态，它的 P/E 本益比是负值，暂时不做计算，而它的 PS 市销率高达94倍。作为对比，特斯拉的 PS 为19.6倍，Palantir 市销率是65.4倍，AMD 股价翻倍之后的市销率也只有22.7倍，都比 SpaceX 低了30%甚至1倍以上。可以看到，当前的 IPO 定价已经包含了至少5000亿美元的愿景溢价，也就是马斯克独有的市梦率，相当的夸张。当然，整个太空经济和 AI 霸权的宏大愿景，也确实非常吸引投资者的资金。为了把热度炒得更高，马斯克最近还放出消息，讨论 SpaceX 和特斯拉合并的可能性。特斯拉的监管文件披露了对 SpaceX 进行的20亿美元股权投资，进一步收紧了与 SpaceX 之间的财务纽带。更关键的是，马斯克虽然仅持有特斯拉20%的股权，但他通过超级投票权控制了 SpaceX 高达85.1%的投票权。部分投资者就担心，马斯克可能利用其在合并后的绝对控制力，将特斯拉高达450亿美元的现金储备输送去填补 SpaceX 的资金黑洞，以完成他的太空梦想。那对于 SpaceX 股票的操作，总的来说有3种方案，给朋友们参考。第一种就是如果您打新股成功，能够以 IPO 发行价参与，可以考虑建一个2%以内的小仓位参与。随着市场疯魔情绪的推高，短线套利交易 SpaceX 股票，赚个头彩没毛病的。那如果您觉得有被套的风险，也可以等到7月初纳指 QQQ 买入 SpaceX 之后，再直接买指数，更加稳妥一些。当然，考虑到在6个月锁定期结束后，会有大量内部持股人士进行抛售，最稳妥的方案也是查理计划执行的方法，是在今年11月至12月份锁定期解禁之后，再考虑要不要逢低买入。那如果您没有机会参与到它的 IPO，这边是不建议在6月15日直接在公开市场上买 SpaceX，因为届时溢价可能创纪录的惊人，很容易买在极高的位置。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SpaceX 的上市？你会参与其中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那为何 SpaceX 会抽走其他科技巨头的流动性呢？这是因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刚刚修改了规则，对于超大体量的巨头，上市仅15个交易日就可以纳入纳指。换句话说，QQQ 将在7月6日自动买入 SpaceX 股票，而需要同时卖出相应的其他科技巨头，进行所谓的调仓。这也是为什么英伟达、苹果、微软在7月可能面临技术性回调的风险。对于纳指 QQQ 来说，它的上涨动能现在依然非常强劲，市场很明显已经在提前计价 SpaceX 被纳入其中的有利因素。如果您已经持有 QQQ 或者纳指 ETF，现在继续拿着不动，坐稳扶好是非常好的选择。而如果您还没有买入 QQQ，其实现在可以别着急，因为接下来的6、7月份，随着 SpaceX 上市尘埃落定，QQQ 也有不少的回撤空间，我们届时再 buy the dip。逢低抄底买入会更加稳妥一些。这里我为朋友们列出了今年夏天如何操作 SpaceX 上市风波的最佳路线图。在6月上旬，恰逢苹果的 WWDC 科技大会，届时科技股如果有新的冲高行情，确实可以考虑少量止盈部分的仓位。到了6月12日，SpaceX 正式上市之后，市场的波动可能加剧，随之而来的就是科技巨头股票开始阴跌回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耐心观望几周的时间，等到今年7月初，纳指100完成调仓，尘埃落定之后，再把积攒的现金储备买入回调后的科技巨头，或者直接买指数 QQQ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简单讲，6月是攒现金的好时机，而7月才是抄底的黄金坑。当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推演，届时还需要考虑美联储议息会议、美伊和谈进展等新闻事件，综合考虑市场的变化方向。这是美股头部市场的盘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涨得最猛的股票，除了刚刚突破万亿市值的美光之外，变成了之前一直被打压的微软以及云计算 No.4 甲骨文，特别是 Oracle 今天单日暴涨10%。熟悉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微软一直是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第一大持仓，而它的股价已经跌了大半年，很多投资朋友都失去了对 MSFT 的耐心。然而，七巨头毕竟底蕴在那，还是杀回来了。摩根斯丹利分析师发布了一份对微软云基础设施业务极为乐观的增长预期。小摩强调，微软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激进扩张计划，预计其电力容量将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24财年的约5吉瓦大幅飙升至约20吉瓦。分析师预计，随着这些专为人工智能打造的新产能在未来几年陆续投产，将直接解决微软目前企业端计算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变现的速度也将随之加快。此外，戴尔科技获得了一份价值高达96.9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合同。在这项庞大的交易中，国防部及相关机构将直接采购并且部署微软的软件许可、云服务以及企业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巩固了微软在公共部门的绝对主导地位。而下个星期，微软即将在旧金山召开 Build 2026开发者大会，投资者正在将高预期提前计入股价。有消息指出，微软准备在会上展示多款全新的 AI 应用，其中包括一款备受期待的下一代 AI 编程模型。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微软在快速扩容的开发者工具和企业级 AI 应用市场上进一步抢占份额的关键举措。那从技术面来看，微软正在经历一次教科书式的动量驱动突破。RSI 显示出爆发性的短期多头力量尚未完全耗尽，而 ADX 则告诉我们，这更像是一个潜在趋势转变的起点，而并非一个已经运行到后期的成熟行情。说人话，就是 MSFT 股票很可能接着涨，就像去年5月到7月底的单边上涨行情那样。去年微软从390一路涨到了550，整体涨幅高达41%。如果按照同样的涨幅计算，微软今年起涨点在400美元附近，这波上看560美元创新高是非常乐观的估计。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现在微软还处在200日均线下方，还是由熊转牛的临界点，我们可能会在今年夏天看到部分止盈震荡的行情，然后才可能是接着上涨。所以啊，求微软的老股东们
咱们还是要保持一点耐心，多给它一点时间，往上慢慢磨，吃掉上面的套牢盘，才有打新高的基础，是不是？那对于微软的股票，CI 投资系统坚定的给出绿色看涨信号。如果你和查理一样已经有它的仓位，那当然是继续持有，岿然不动。如果你想右侧买入 MSFT，也不是不可以，因为它距离去年的高点$550还有23%的上涨空间，可以考虑在接下来几周，如果它的股价回踩$440以下，再分批建仓买入是非常安全的选择。大家可以看到，即使这两天有强烈的反弹，微软在过去一年居然还下跌了2.2%，你就可以理解咱微软股东的持有体验是多么不容易啊！我的投资组合之中，微软的比重排名第一，占了25%的仓位，持仓成本在$419，现在已经有7%以上的浮盈。查理会继续持有他的股票，不到600我不卖。开个玩笑啊，真正止盈的时机还是必须参考技术面、大盘整体的情况，以及微软自身业务发展来做综合的考量。但毫无疑问，MSFT 股价的黄金时期可能还没有到来，现在只是前夕而已。那随着微软、甲骨文等软件巨头集体的爆发，软件 ETF IGV 也在5月底实现了质的飞跃。大家可以看到，IGV 单日大涨6%，股价回到了$101，站上了200日均线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一年持有 IGV 仓位的股东们，有超过50%已经回本。接下来我们有机会看到 IGV 继续震荡上行，甚至挑战$118的前高也不是不可能的。和我们在18号的节目中预测的一样，随着 Team、DTOG、Snow 等一票 SaaS 软件公司的强劲财报和营收指引新鲜出炉，部分强势的软件股向市场证明，他们不是被 AI 取代的旧产品，而是被 AI 赋能的新工具。非常利好 IGV 的持续上涨。查理和 CI 会员朋友们在前2天也有小幅买入 IGV，参与不重，但是有7%的浮盈，继续拿着就可以了。好，聊完了微软和 IGV，我们最后来看看另一只极具性价比的科技巨头 Meta。它的前瞻 PE 现在只有22倍，比微软的24.5倍更低，是巨头中仅次于英伟达的存在。虽然扎克伯格因为烧钱太多，使得华尔街纷纷抛售他家的股票，但随着 Meta 降本增效，开始就人工智能服务向用户收费，它的股价也出现了反弹的信号。5月27日，Meta 在它的社交软件 APP，包括 Instagram、WhatsApp 中推出了 AI 收费功能，叫做 Meta One Plus，它的价格为每月$7.99，而更高级的版本 Meta One Premium 方案的价格为每月$19.99。价格较贵的版本将为用户提供额外的计算能力，以生成更全面的回复以及其他高级功能。Meta 表示将于下个月在新加坡、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开展测试其 Meta AI 的订阅方案。受到消息面的刺激，Meta 股价这2天也有5%的上涨，从$600附近一口气涨到了$630。当然，它的动量因子比微软要弱很多，表明机构看涨的买盘合力还是不够。但是这反而给了我们散户投资者在右侧布局 Meta 的机会。这是因为一旦 Meta 能够在财报数据中证明 AI 货币化确实能够刺激公司利润的提升，那么凭着它人来疯的特性，Meta 股价短时间内跳升到$700以上是相当有机会的。要知道，华尔街机构对 Meta 的目标价定在$819，比市场价高出30%，高达90%的卖方分析师看涨 Meta。他也认为，只要扎克伯格控制好砸钱的冲动，未来资本支出别再继续扩大，那么 Meta 股票反弹的动力会很强。它的 Meteor 自研芯片可以将电力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于降低推理成本至关重要。在接下来几周，如果 Meta 股票回踩$620到$630的价格，对于想做它右侧的投资朋友来说，确实是可以考虑分批建仓的机会。查理目前也持有5%仓位的 Meta，算不上重仓，但依然会继续持有。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巨头之间的资金轮动也很有规律。过去半年，华尔街的资金全部都扎堆在谷歌、苹果，而微软、Meta、英伟达却被冷落了。现在搞不好就是部分资金回流到 MSFT 和 Meta 的机会窗口，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哦。那聊完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5月30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直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这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黄金、比特币的交易信号同时从持有降级为卖出，表明大宗资产的价格居然在走弱。这可能是因为市场的焦点全部集中在 AI 科技股和能源相关的产品，导致天量的资金从黄金、白银和加密货币市场抽出来，转向半导体、存储芯片和纳斯达克100指数。因此，系统把黄金、比特币的持仓比重从5%降低到了0%，把80%的资金安排在股票当中，剩下20%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中避险。在技术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科技指数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股票，分别是 Thermo Fisher、迪士尼和强生，他们的买点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情况。最近这几天，我们的投资组合总价值继续稳步上涨，已经突破了99万美元大关，剑指100万美元里程碑。前几个交易日，查理和会员朋友们提前卖掉了黄金和比特币 ETF，把获得的资金买入英伟达、Meta 和 RightGV，做了一些仓位上的调整。我们留出了20%的超短债 BOXX 作为夏天抄底的弹药储备。到了5月底，涨得最猛的 ETF 分别是量子计算 QTUM、科技指数 IYW 和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都有超过25%的利润。表现相对弱势的是 Meta、必需消费品板块 XLP 和英伟达，小有浮盈。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全部信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或者 Patreon 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同时，CI 频道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姆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 YouTube 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构成投资建议。你会买 SpaceX 的股票吗？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周末愉快，下期节目再见。